好，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瑞能制版系统反编译器的使用。本期视频内容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反编译器支持的文件类型，第二部分为反编译器的启动方式，第3部分为反编译器结果查看、编辑与再编译。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反编译器支持的文件类型。反编译器支持2种文件类型，第一种为001文件，也就是瑞能制版系统在制版时编译选择增强型机型和只选帧机型生成的上机文件。第二种类型的文件是 CNT、PAT、YAL、PLM 和 SET 文件，也就是制版时编译选择普通型机型生成的上机文件。下面为大家举例说明。在制版系统的菜单栏上有一个像箭头一样的图标，这就是反编译转换工具图标。点击进入，打开，这里有已经生成好的001和 CNT 文件。先选择文件进行转换实验，打开，转换，成功了。这里在刚才的文件名后面有加一个下划线和第12个字母，这就表示反编译生成的文件。再来进行 CNT 转换测试，点击打开，选择转换，成功了。这就是普通机型生成的上机文件，然后反编译生成的文件。再来看第2部分的内容，反编译器的启动方式。刚才已经讲到了，从工具栏启动，这是第1种方式。下面为大家介绍第2种启动方式，从编译信息对话框中启动。在编译完成之后，这里有一个反编译转换按钮，点击，转换就完成了。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反编译查看编译结果，第2种启动方式是最为便捷的启动方式，不需要像第1种启动方式一样去选择查找我们的目标文件。这是第2部分的内容。再来看第3部分的内容，反编译器结果查看、编辑和再编译。结果查看主要包括针法动作检查、参数检查、编译自动处理过程检查等。结果编辑包括代杀方式、调目类型、衔接处理方式等，能更好满足花型编织需要的修改。因为反编译后生成的是一个新的 KNI 文件，也就是一个新的花型文件，所以可以做任何形式的修改。比如说，反编译之后，这里的代杀方式是调目的方式，想改成前调后织的形式，因为这样更稳定，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又比如说，这里的隔针调目在编织之后发现不需要隔针，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可以再次进行编译，从而生成新的上机文件。新版本的反编译与旧版本最大的区别是，增加了对一行 V 领嵌花处理的支持。对一行 V 领嵌花做了反编译相关处理。第1个处理是将针法动作输出到组织图，另外
代杀路径用嵌花色码表示，并且保留了原来花样对应的沙嘴设置。另外，还自动的针对这个转换做了一些编译参数的处理，下面为大家举例介绍。这是一个7色嵌花花型，来看一下现在的沙嘴设置，确定编译，反编译。可以看到拆分图已经用嵌花色码的方式进行表示，这里是代杀路径，组织动作被输出到组织图层，在编译可以看到自动的使用了组织图，嵌花的沙嘴也自动的保留了，确定，再编译。这就是对一行 Mini 嵌花的支持。本节介绍完毕，谢谢大家。